嗨，大家好，我现在人在那个永和的历程车业，今天来换轮胎。前2天我发现我轮胎怎么骑的时候前面好像会有点滑滑的，结果我注意看前面的左右两边居然磨得完全不对称所以平常那个轮胎的胎压跟那个胎纹检查非常重要，尤其是前轮它是导向嘛，导向万一出了铝，它是完全没办法补救的。后轮还稍微有办法稍微补救一下。那这间历程车业也是很多那个大海洋的车友介绍过来的，所以今天特别从基隆过来这边。好，那我们来找老板换轮胎吧。嗨，老板你好。你好。这是我们那个历程车的老王。大家好。老板，想请问一下，像我的轮胎后轮是用那个倍耐力的天使胎，那因为我前轮已经磨得差不多了嘛，那你建议我要换什么轮胎呢？你这个前面跟后面不一样，这是米其林的对，后面是天使胎调性很像都是街道用胎是既然前面要换的，我会建议就换一样的一样天使胎，它两个轮胎的胶质形状就比较接近一样，骑起来骑乘感会比较好一点。为什么轮胎左右会磨得这么不对称？轮胎吃单边的原因很多啦，多数胎压很重要。如果胎压你没有在控制的话，轮胎容易变形，然后还有骑乘习惯，然后避震器的状况都会影响到轮胎会不会吃胎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听起来最主要的2个因素就是胎压跟避震器的状况。对，胎压是很多人忽略的。那有可能，因为我胎压常常没有去巡有时候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剩26、27、28了，所以这样太软，对不对？对。那请问那个胎压值大野狼原厂建议要打多少？这个原厂的，我们都是以原厂当做一个基础标准的前面它是也大概2公斤，大概29，然后后面没有载人一样维持一样的磅数，然后有载人的话会大概再打2.25公斤，就是32 psi。了解。然后胎压的部分我们都是原厂打多少就打多少，除非客人有要求说，我常载的很重，我后面打高一点，或是我觉得我体重很轻，我想要打低一点，我们帮客人做微调。了解，所以就是基本上如果没有特别载什么东西的话，就以原厂这个标准值为主。对。这样，老王再请问一下，像我们换轮胎，为什么重机都要做平衡？为什么小车都不用？我们重机常常上高架速度很快，就是可能就上去就60、70、80、100。轮胎如果平衡不够它重心没有分配的很好的话，它就开始晃。有点像我们拿甩铅球一样，我们这样甩身体不是会晃，跟汽车的概念一样。对，它平衡之后，它两边的重量消弭之后，它就比较不会产生震动。所以它跟我磨的两边不平均是没有太大关系，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小车因为我们路上骑30、40、50就比较无感不过有的那种配很快的小车的车主，他还是会要求做配重。所以就算小轮径的也是可以要求，也可以要求。对，有的他们的骑经站也是速度也是很惊人，他们也会要求说需要做配重。他们有时候配的比重机还快。对。很少看轮胎会装这个，因为这个框我们在挖的时候很容易掉漆，所以垫一下，保护一下。好细心。对。它这边还有一层塑胶啦，其实是2层不太会伤到，不过还是小心一点。你说这条是双导轮胎对，这边它有写装后轮这个方向是装前轮这个方向。有分前后。对。所以右边这个是装前轮的方向。对。那是差在哪里？排水性我们压到水的时候，后轮的话压到水是往2侧排，是反过来的话，前轮压到水的时候是往中间排。它用意就是，例如说我在压车的时候，如果我又一直往我压进去的弯排水的话，就会滑。逆胎纹就是往这边排。还有分这么大的。压下去的时候，往你压的方向，另外反方向排水这样子。理解。所以前后轮的排水导向方向是不同。对，但是还是以原厂为主。好。原厂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做。如果他要求顺胎纹，我们就顺胎纹；要求逆胎纹就逆胎纹。有的更厉害的会，例如说他看轮胎的磨耗去调整你的避震器，但是运载不够或是回弹太快。有的厉害的还会看你的轮胎的磨耗，帮你调。那我们习惯换完轮胎的时候，就喷个肥皂水在这个轮框的周围，看有没有漏气。气嘴的话，都会一并做检查。对，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冒泡这样子。如果说没冒泡，就基本上就 OK 了。我们检查完没漏气就做个平衡。轮胎做出来的时候，轮胎上面保存或是它做出来之后都会有点薄薄的油。是
在路上骑可能比较会滑，刚骑的时候我们会喷一下这种去油的，擦拭一下。各位，你看这个超可爱的，以前的达可达，以前汉大授权给三洋卖的，超高追的。这个如果我再继续路上跑的话，我想细心度100分。像这个哈，你有没有看到这白色的白白的？这是原厂画的。它为什么画这个线叫确认？例如说我装好卡钳之后，下一个可能要装避震器的，要装土除的，他就会帮我检查卡钳有没有锁紧，他就会像这样用扭力扳手。锁紧的确定锁紧之后，我画一个线，代表，我确定把它锁紧。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洗车的时候啊，就可以看，我这线怎么错位了？代表有人偷拆我的车，或是螺丝松掉。也帮助我们做辨识啊，算是一个安全性的辨识行为。对，我们就确定锁好就画一下，做个记号。因为我们修的车很多，我可能修到一半我就要去修别的车，我回来螺丝有没有锁，其实搞不清楚。我看，对，我有做记号，我确定我有锁，理解。这样交车出去目视一下，有锁。double check 啊。对。其实很多那种画来画去的线，都是他们原厂在做确认的时候画的线。那我发现我的后轮没有做平衡，那这样的话前轮的话是不是后面做一下会有更好？对啊，当然做一下比较好啦。如果你长期高架震动可能会抑制的比较好。好，那再麻烦一下。Mandy OK。老王，那顺便问一下，我这个胎纹目前看起来 OK 吗？还很深啊，深度原厂多少我没有量啊，多数就是这个叫停止线，磨到这个凸点啊，停止线就要换。那我们这个天使胎它是属于耐用性的吗？对，它比较走耐用的。正常骑乘前后轮胎大概可以各骑几公里？15000-16000跑不掉哦。哇，那很耐磨。对。你是说前面15000？前面可能会到2万哦。哇，带人来讲顺骑，对，又很耐用。那你建议我们观众平常轮胎要怎么去做检视跟保养？最主要就是胎压啦，胎压最好时常大概1个月就量一下。如果骑得少，其实胎压可以打高一点没关系啊。因为骑得少，它反而会一直漏。他们正常都会慢慢漏。在骑的过程中也会漏啊。也会漏，就是。所以正常1个月检查一下最好。然后当然。我们都停外面，很难避免说风吹日晒啦。如果能停车库是最好啦。对，橡胶的品质都会比较好。是。我们一般消费者能做的就是检查有没有龟裂，胎压有没有正常。正常如果龟裂，他们说其实建议就要换的。可是很多婆婆妈妈不信邪，她也骑很久。对。所以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换问题。所以我们刚前轮那个是属于双导向，前面那条轮胎是双导向，放前轮就是逆胎纹，放后轮就是顺胎纹。然后后面的话，这一颗就是只有一个，它就只能放后轮，然后就是顺胎纹，单导向。单导向。所以是同个系列，但是他们的设定不太一样。对，因为那个前轮有时候可以当做一些轻档车的后轮用。所以摆法又不太一样。所以没有分说双导或单导哪个比较好，抓地力的排水性很难说定说逆胎纹排水好还是顺胎纹排水好，因为牵扯到他们的设计。你先锁一个大概紧之后，帮你调链条。好。老王，那我们卸完后轮都一定要调链条。对，因为我们把链条放掉，我们比较好拆装，链条松紧度都会跑掉。原厂会规范，有的会这边贴张贴纸，它就是可能2至3公分，就这个幅度就是上2公分，下1公分。多数可能都在这个 range 里面。可是有的车比较特别，像可能中置多连杆或是空调的时候，对不对？是这个紧度。可是你坐上去之后，摇背吃下去之后，它会背紧，那时候就不准了，就要再调松一点。所以原厂的话，人比较不用说坐上去调整。有的会要求这样啦，我们就配合啦。但是带来我们常在做，基本上我们都习惯调多紧大概都知道。就是靠经验啦。对。除非说他换改装避震器。有的客人会要求说，我想要坐上去调到我要的数值，那我们就配合客人。好，那感谢老王今天帮我们这么细心，帮我们介绍这么多细节。那之后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老王。老王是有乙级证书的，而且他们这边是三洋的经销商，他们小车重车都有做。刚刚你们看到那个设备很齐全嘛，换轮胎的、做平衡的都有。
那最后他们家的资讯呢，在下方，有任何问题哦，欢迎致电问老王。之后我的车如果还有换什么东西的话，我都会尽量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再麻烦老王了。OK， 那今天这集先到这边哦，谢谢大家，拜拜。这一台哈是迪奥引擎，这台迪奥引擎，对，迪奥前叉改碟刹，就比较原装的车啊。这是完全原装的。对对对，然后在日本叫原付啊，就是他们50cc不能载人，所以椅子是一个人的。好可爱哦！这个如果现在应该还会很夯。其实还是很多人在玩，还是有人在玩。